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南极冰墙外的文明。南极呢是一个禁忌之地冰层之下到底藏有什么秘密呢？地平说的拥护者们一直都坚信，在南极的冰墙之外有一条通往世界的道路。那在2015年呢，新闻工作者理查德呢曾经获得过一份密码档案，上面就记录着南极地区从1883年到1997年之间的各种诡异现象。甚至还有人猜测呢，所有的国家都签署了南极条约，并将其列为了禁令，那里肯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吧。在这份档案之中呢，一个叫布莱恩的人就说呢，他曾经在南极最大的科学研究基地麦克默多站工作过。他曾经在南极的第6大队工作过呢，作为一名驾驶员。布莱恩已经飞越了南极超过4000多个小时了。他说他发现了很多奇怪而未知的现象。而正是这一点呢，就让布莱恩产生了一种错觉，那就是呢，在南极的边缘呢，一定存在着什么东西。在一次出任务的时候呢，他终于就见到了禁区的一个真面目，一片平整的如同刀锋一般的断崖，几乎看不到底部。而在断崖的旁边呢，是一条宽阔无比的隧道，里面的空间之大，令他呢难以忘记。南极的冰壁之外呢，是否别有洞天这是一个从未被证明过的秘密地区。有人甚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认为南极以外的地方呢，或许真的有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比现在的地球呢还要先进得多。他们那边有着完全不同的地形与天气，但南极冰墙呢，却将我们与他们呢完全的隔绝开来了。现在网络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没有得到确认的图片，他们就说在南极的协议签署以前呢，上面有很多未见过的建筑和奇怪的动物，而越来越多的人就会认为穿过南极冰墙呢，将会改变整个世界的文明。万一南极冰墙外真的有其他文明的存在，这会给地球带来怎样的冲击呢？南极呢是一个没有国家专属所有权的神秘大陆，气候非常的寒冷，是地球上唯一一块没有人类长期居住的地区。在外界的传闻呢更是数不胜数。有人说南极存在着很多人类没有见过的未知生物，还有人声称这里是外星人的基地。那为了揭开外界传言的秘密呢，有无数的科学家呢只身前往南极考察。那南极冰墙理论呢是基于地平说发展而来的，其支持者就认为呢，在世界的南极有一面冰墙，我们的世界呢只是一个3维尺度的文明，而冰墙外呢还有一个高维度的文明。或许你会认为支持地平说的人呢都是乱讲、文化程度较低的人，而事实上呢情况并非如此。在地平说的支持者中呢，不乏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如说曾经在美国宇航局工作的工程师辛迪·霍兰德。那在1849年呢，罗伯特就编写了一本书，名字是《地球不是球体》的书。在书中他就说呢，地球是平的，它的形状呢像是一个有棱角的圆盘，北极呢是在圆盘的中心，而大陆和海洋呢是环绕着北极安排的。更夸张的是，罗伯特认为南极洲，他说那不是大陆，而是60多米高的冰墙而围绕起来了。而地球上的海水呢，之所以不会泄露到宇宙之中，就是因为南极的冰墙把海水给围住了。那最近呢，网络上又流传了一种新的理论和一张地图，他们就认为呢，地球是圆的，认为我们熟知的传统大陆呢，只占到了地球的1/6，而这1/6呢，是被一圈100多米高的冰墙所包围住了。所以冰墙外面呢，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区域，一片未知和未探索的世界。如果人类试图翻越冰墙的话呢，就会受到惩罚，会有一堆 UFO 出来阻止你。近些年来呢，我们通过卫星的观察种种迹象来看呢，在南极地区确实出现了很多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诡异结构。通过 NASA 拿出的照片可以看出呢，在南极白雪皑皑的冰川上面出现了一个个黑色的物体。而在放大之后呢，可以清晰的看出呢，这是一个类似于锯齿状的墙一样的不明物体。如果按照南极的比例来换算呢，那么这个物体的长度大约是10公里左右。那在阳光的照射下呢，更是看清楚了它的整个轮廓。它就像是一堵墙一样屹立在南极的冰川之上，将冰川呢一分为二。所以科学家们将其称之为齿轮状冰墙。那么这一冰墙为什么会出现在南极呢？难道它的背后还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吗？在1910年的6月呢，英国的探险家海军上校罗伯特·斯科特呢，就乘坐着特拉诺瓦号呢科考船启程前往南极。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抵达南极进行科学考察。
那在1912年的1月呢，科考队终于抵达南极啊，但是限于当时的科考队条件比较落后嘛，还有一些天气的原因，所以这个斯科特一行人就发生了意外。只有少数的幸存者呢，居然成功了返回英国，并讲述了这个大陆上发生的事情。但他们的叙述呢，与现代科学所声称的一些事情呢是相矛盾的。因为现代的媒体报道说啊，水手们当时是都疯了，使他们发狂的呢，居然是他们看到了太多的冰，是长时间看到冰而导致的。但直到最近呢，在网络上又发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照片，上面就标注有冰墙后面1912档案的这种字样。幸存者就说呢，我确信啊，这些档案呢只是暴露了我们所看到的一小部分而已，其中还有大量的信息，但不知何故呢，只公开了这几张照片。那些幸存者就说，我们在冰墙之后是看到了某种基座，对于我个人来说，它是以某种方式让我想起了古代的浴缸。而在冰墙之后，我们还看到了奇怪的废墟，根本就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就像城市又像墓地，但足以证明呢，南极曾经是有过智慧生命存在的。此外呢，在所有的照片上，你都可以注意到一个共同点，就是碎片呢、废墟啊，到处都是，像是这里曾经被核爆过一样。与此同时呢，在一些碎片之中啊，研究人员是注意到这里的建筑物的风格呢，是与世界各地的那种古建筑物啊都很一致。那传说呢，在史前地球上啊，是真的存在一个统一全球的文明的。之后呢，这些科考队员们，他们说就找到了一块类似于墓碑或石板的东西，旁边呢就开始开挖，向下挖了，想要找出什么东西。而突然之间呢，地下的某些气体居然冲到了外面，这可能是一种病原体，致使人们啊开始发疯发狂了。那只有少数的幸存者没有被感染而逃了出来。那在1912年的11月呢，政府就组织了搜救队啊，他们去那里啊，除了发现了斯科特等3人的尸体之外呢，还发现了一本日记以及胶卷。日记中就记录了他们抵达南极之后发现了巨大冰墙以及一些洞穴，并穿越了洞穴，发现了冰墙之外的神秘世界。那冰墙之外呢，是一片陌生神秘的大陆，还有城市文明的遗迹。果然呢，这些胶卷被冲出来之后呢，照片的内容啊与斯科特日记的内容啊基本是一致的。而罗伯特就说呢，在20世纪初期啊，由于人类开始混战嘛，2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武器变革呢，已经引起了冰墙外文明的注意。于是冰墙外文明呢，有意识地启动了干预计划。他们的干预呢，就是让南极的冰呢逐渐的消融，以控制海平面呢，来达到某种控制的目的。那在冰墙的周围还布下了重兵，任何要靠近冰墙、想要越界的人呢，都将遭受到最严厉的惩治。但是唯一一次穿越冰墙的呢，是美国的海军少校理查德·伯德将军。那是2战刚刚结束嘛，美国就立刻组织了大规模的行动军演。要知道当时的欧洲经济呢陷入了一片混乱，美国突然耗资如此之大的军演啊，令人非常的不解，除非涉及到国家安全嘛。但这一次军演很像是美国事先已经知道了南极啊是有什么东西，他们是带着目的性去的。而伯德将军所率领的特遣队呢，于1946年的12月抵达了南极大陆。他们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南极呢，寻找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在1947年的2月的一天呢，他们终于发现了一堵巨大的冰墙以及冰墙上巨大的洞穴。正当他们准备接近的时候啊，一群圆盘状的飞行器呢，突然就出现在了特遣队的上空。其中一个圆盘呢，居然对他们发起了进攻啊，立刻就击沉了一艘军舰。那68名船员呢，突然丧生，然后这些圆盘迅速飞离，就消失在了南极冰墙的一边。由此可见，他们的科技就远远高于当时美军的科技嘛。所以他们就做出了迅速撤离南极的决定。但由于当时呢，伯德将军是在高空的这个行动中乘坐飞机看到了冰墙外面的世界，所以在1952年呢，他就又一次私自驾驶飞机呢飞越了冰墙，并与冰墙外面的文明呢建立了联系。他说这个文明呢，他们也是人族，他们有别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伯德将军在日记里就说，这些人总是给人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熟悉呢，是他们能够熟练地应用我们的语言，而陌生呢，是他们的外表和我们有些许的差别，他们白得厉害。而伯德将军就看到了冰墙外制造冰膜的那种设备。他说这个冰墙呢，仿佛给整个人类就关在了一个巨大的器皿里面。他说冰墙外的世界的文明程度要高于我们很多，他们的人口呢有100亿人，并且是银河星系组织的一部分。
而这个文明呢，就是消失的亚特兰蒂斯了。他们的语言体系呢，是与人类类似的，但是他们的音节之中是夹杂着上古的一些音调的，而且他们还声称他们时刻关注着我们人类的这个世界。伯德将军呢，在回来之后立刻就向当时时任的美国总统做了汇报的。而美国总统呢，对此事当时非常重视，他们的智库就认为这是一个与人类共生的高维文明，所以人类呢有必须与其建立联系的。那为了让更多人相信冰墙的存在呢，当时的国际地平协会呢声称他们在2004年呢于威尔克斯地呢放飞了一架小型的无人机，他们在穿越过冰墙之后，还真的拍摄到了冰墙外的绿植和一些稀奇古怪的白色建筑。他们就坚称呢，那个白色的建筑就是制造冰墙设备的一个基地了，并且推理还说呢，冰墙外呢有无数个这样的机房设备存在。那大家看到这里是否认为冰墙之外真的有文明呢？在1938年到1939年之间德国更是往南极大陆派出了2支强大的这个探险队，并且呢，德国空军也参与其中。负责此次行动的空军大尉呢，亲自就向当时的空军元帅赫尔曼报告，声称德国的飞机呢飞遍了几乎860多万平方公里的南极地域，每隔25公里呢，他们就会投下带有德国标志的通信筒，并对其中35万平方公里呢进行了拍照。随后呢，德国就宣布吞并东经20至西经10度的南极毛德皇后地，并将其重新命名为新斯瓦比亚。据远征队报告说呢，他们发现了一个带有庞大地下通信网络的温泉系统和大量的洞穴，在其中最大的一个洞穴呢，他们向里延伸了近50公里，所以德国科考队呢就对这个地方进行了处理，而建立了简易的一个地下基地。根据科考队存活人员的口述呢，他们当时德国频繁地进入南极的目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按照元首以及科学团队的指示呢，在南极寻找一座失落的古代城市，并且所有的科考队员呢都知道德国已经掌握了非常准确的消息，确定呢这座城市就位于南极洲冰层之下，它是一个温暖的绿洲，可以通过洞穴呢深入地心找到这个绿洲，人们就可以在那里安全的生活。根据德国科学家和科研人员声称呢，地球内部的确是有一个巨大的空洞，而他们声称空洞内呢是有一个城市以及其他未被确认的城市存在的，只是这个空洞的入口呢已经被冰层覆盖了，他们要寻找的呢正是南极洲地下空洞的那个入口。但奇怪的是在科考队员回国之后不久呢，1940年德国就开始下令建造南极地下基地。当时他们往南极运送了2000多名科学家和工程人员，据说当时对外宣称就是为了研究和设计新型武器才送那么多人去的，并且为了这个基地的顺利建成呢，德国当时公开陆续的往南极又派去了几十万正规军辅助建设基地。在1941年呢，德国海军呢再次进入了南极地区陆续的建设基地，他们给这个新建造的基地呢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新柏林。在1959年呢，苏联也顺利地穿越了南极并在沿途建立起了苏维埃先锋站等诸多据点，完成了第3次南极远征。那不甘落后的美国迅速在南极的问题上迅速出击，也追赶苏联的脚步，紧急地征用了有破冰能力的阿尔尼号货船呢，载着美国的科学家和海底探险设备呢，火速前往了南极。那破冰船在到达南极的霍恩角预定的位置之后呢，他们还投掷了深海相机，在4000米深的这个海底还拍摄到了一张匪夷所思的照片。照片里当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天线形状的一个建筑，旁边还有沿途均匀分布的五座与天线呈90度的雷达球状的那种东西，其顶端呢都有那种3插头的雷达天线，他们就给它起名为埃尔塔宁天线。而美国在秘密研究5年之后没有任何的效果嘛，于是就转手将这份秘密档案就扔给了苏联。苏联当时就担心有诈，便将其呢烫手山芋就给了新西兰的前驱报。随后呢，这个天线的照片就公之于众，立刻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那南极大陆存在海底人的言论呢就开始发酵了。于是美国这才意识到自己玩砸了，赶紧在接下来的40多年的时间里呢，强行用曼德拉效应将这根天线解释为是一种学称为克氏海绵的海底肉食生物，以修改呢集体记忆，妄图淡化这张照片的影响力。
可是爱好者们根据当时公开的数据、照片以及形状和历史背景呢，就推测出这根天线至少有150米高。一个海绵体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身躯呢？这显然是有人利用了曼德拉效应的漏洞，想要掩盖真相。那看了南极这么多的事件，我相信南极近地呢还隐藏着更多的秘密，所以我会再做一期与大家分享。那么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